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明明一堆事儿在等着你，锻炼、家务、学习，可你偏偏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躺着刷手机发呆。时间飞逝，然后你对自己很失望加无奈，真是废了。但今天我想告诉你，你不是废了，而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这种不想动的状态背后藏着一个你可能从没有想到的心理防御机制。心理学家 Seligman 在狗狗身上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先给狗狗听到铃声，然后给它轻微电击。一开始的时候，狗狗拼命逃跑，但后来狗狗发现无论它怎么挣扎都逃不掉电击，它就放弃了。哪怕后来能避开电击，它还是趴在那儿不动。这说明什么？当努力一次次失败后，大脑就得出一个结论，反正做也没用。人类也同样，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经典概念，叫做习得性无助 （learned helplessness）。这个机制解释了我们人类的很多行为。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习惯，要早睡早起，可是坚持3天之后，就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了。要锻炼身体，于是买了体育馆卡，结果1年之内都没去过几次。这是我个人的真实体验，惭愧惭愧。想学点新东西，可打开书之后5分钟就犯困。这些失败的经历不断重复，它就在慢慢训练你的大脑，让你觉得别再尝试了，我做不到。不是你没动力，你只是被无力感绑住了。我们常说拖延是懒，但研究发现，拖延其实是在回避情绪压力。比如你知道今天自己要完成这些 PPT， 但你脑海中不断浮现的却是老板又不满意，要改这改那，于是大脑就发出一个更安全的指令，要不先刷会儿视频再说。你不是不想进步，而是你的大脑在保护你，避免你再经历失败、焦虑、羞耻。它实际上是在说，我怕你再受伤了。那么怎么才能走出这种状态？靠使劲逼自己？不行。你真正需要的是让大脑重新建立我能行这样的信号。一个非常简单但又有效的小练习是写下一些你一定能够做到的小事儿，比如关闭一个 app， 回一条简单的信息，写下一句话，做完后在纸上打个勾，然后默念我做到了。听起来很傻是吧？但心理学早就验证了，小小的成功能重新激活你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 self-efficiency。每完成一次，大脑就多一次记忆，其实我能掌控一点点。掌控感就是从这一步开始回来的。你不是没救了，只是过去的经历让你变得更小心，更害怕失败。但只要你今天愿意迈出一小步，你就已经开始在重新塑造大脑回路。从现在起，给自己一个2分钟的挑战，完成一件你确定能做到的事儿，然后打个勾，告诉自己我做到了。哪怕只是这一个小动作，也足以启动改变的链条。如果你喜欢这种用心理学来解释生活难题的视频，欢迎订阅，我们一起用科学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我们下期见。